再来看到百灵码头的现场啊，今年的第19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啊，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啊。再经过从今天早上8点半啊，一路到现在啊，已经进入到尾声啊。4点25分那个时间来看到，在女子公开组的一个冠军战啊，这场比赛第一水道啊，第一道是由铭传旭源独角鲸啊，第二道是台湾风暴，第三道则是简单滑。今年的冠军要从这3队诞生。看这3队现在就最后的准备位置。好，鸣笛出发。第一道是铭传旭源独角鲸，第二道是台湾风暴，以及第3道的简单滑。现在同时间出发，来看到到底谁可以抱走今年公开女子组啊，在精神杯的一个冠军宝座啊。撑到最后一刻了啊！从早上撑到现在，可能都已经滑到第5趟了。对，第5趟的话是那个啦，台湾风暴啦，哦，滑了5次啦。哦，目前看起来3队还算是蛮接近的哦。其实透过预赛成绩就可以知道，其实3队的实力不会说差很多了啊。那现在比的可能就是体能哦，还有求胜的那个欲望、意志力啊。现在通过100公尺的最后的冲刺线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简单滑。简单滑现在是比较后面啊，看起来应该是独角鲸哦，第一道独角鲸领先蛮多的。哇，感觉好像是独角鲸了。独角鲸过终点线之后，那第2名是谁呀、啊？第2名看的也是很接近哎。第2名、第三名好像蛮接近的。不过应该是可以确定今年的冠军啊，最后是铭传的旭源独角鲸抱走今年的冠军金杯。好像是第3道，这个位置这样看的话，好像是简单滑拿到第2名。成绩出来了，哇！我们看到铭传这边1分42秒拿到第一名，那第2名是简单滑啊，抱走了今年的银牌。那第3则是我们的台湾风暴啊，带走是今年的精神杯的铜牌。恭喜3队啊！其实真的滑到最后。冠亚季军呢、真的是都不简单呐、今天滑了好多趟，可能都有2-3公里了。这包含回来准备了啊，包含回来准备以及这个检录啊。今天算是训练量也很够了，回去可能睡一觉，隔天起来，哎呦，手好酸哦，肩膀好酸，背也很酸，全身都酸痛。
那酸痛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希望不要感冒啦，也不要受伤啊。因为划龙舟的人意志力也很强，然后抵抗力也很强。现在我们看到3队，可以说是今年公开女子组的大赢家啊，3队都已经陆陆续续凯旋回归，从终点线回来，那准备要来迎接的是待会第2场的决赛是公开男子组的比赛。如果说是其他的县市的队伍，现在我们看台湾风暴、民传应该是当地的学生啊，民传大学的学生。简单华校区的对，简单华跟台湾风暴他们是这个都新店的那这样子也没办法留，就是说住在台北玩一下了就是等于就是回家就好了这个现在在捞水，就是比赛。比赛一些都斤斤计较了，而且都要这个水有些大家会觉得说雨水，其实不一定是雨水，都是有些是那个划的时候把水舀上来，而且通常是力量很强、速度很快的你溅起来的水花才会更高好，所以现在有没关系。我们看到是在男子组的部分公开男子组现在第1道是阿嘎巴主力第2道是造浪者，以及第3道的民传旭元蓝鲸。公开男子组的最后的决赛，鸣笛出发，现在3队同时出发，看看在今年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公开男子组，到底是哪一队可以抱走今年的冠军？第1道是我们的阿卡巴主力。第2道是造浪者，以及第3道是民传旭元蓝鲸队。现在看起来，其实都还是在伯仲之间第1道速度也非常快，第1道速度非常快。第1道是我们的阿嘎巴主力，阿嘎巴主力今天其实滑了最多了，前面这应该是他们的第5趟了。这个冠军赛应该是他们的第5趟，但是越滑越带劲还是有点差距。这可能要看一下可能要看一下跟第3道蓝鲸的一个差距，也没有到很多也没有到很多而且现在第2道的造浪者也有竞争的本钱现在通过了100公尺的冲刺线，最后的50公尺，拼的是意志力跟选手的爆发力。目前看起来1、3道都很有机会，蓝鲸很有机会，阿嘎巴主力也很有机会，但是蓝鲸可能是领先一点点，要通过终点了。那这边就确定蓝鲸是拿到了第1名，那第2名是阿嘎巴主力跟第3的造浪者。今年的公开男子组金银铜出炉了，我们恭喜蓝鲸队民传旭元蓝鲸队。这个我们讲学生的队伍不一定是说经验不足了，对，有时候体力到最后越滑会越适应了。而且这个民传
在今年也算是蛮多队伍派出蛮多的队伍，派出有3队，对，非常的有规模。那这3队这么大规模情况下，等于说是把各队的这些精英抓起来，再集中在蓝鲸这一队哈。哇，刚刚看到在第1道的阿嘎巴主力，其实后来居上，在大概是第100公尺线过后，拼命的去追赶，但是后面我想可能真的是体能的关系哈，他们多滑那一趟，你说没有影响，那是骗人的。对，或多或少也是会有一些影响。他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一点，然后年纪大，相对体重也比较重一点。那旭元、蓝鲸这个都比较年轻，他体力好，然后身材又轻，可能他的水阻力会比较小。铭传旭元蓝鲸队啊，划出来的成绩是1分29秒啦！哎呦，哇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2字头的一个成绩哦。阿嘎巴主力1分31秒57，拿到了今年的银牌。那造浪者1分33秒，也是相当可怕的一个速度了啊，拿到了铜牌第3名。我们蓝鲸其实真的哇，这1分29秒速度很快。那当然，他们也是有先天上在前面准决赛就晋级的一个优势啊，因为他们准决赛其实距离现在大概有休息1个小时的时间啊，这个是算是蛮足够的啊。那当时那场比赛跟阿嘎巴主力还有 Will Power 非常接近，我想理事长可能都还印象深刻啦。那一场比赛大概就是不到1秒的一个差距了哈。好，所以恭喜今天的英雄了啊！铭传旭元蓝鲸队啊，还有第2名的阿嘎巴主力也是非常好了，非常好的表现啊。那造浪者啊，也是滑出来非常快的一个速度。这些应该在场边应该都是铭传大学的学生啊。这个看得出来，他们的这种活力应该只有大学生才有。你说设置导队不会有这种，滑完就大家都会，两个被瞪一组哎，宽宽的准备被夹崩啊。但是大学生可能待会要出来准备要夜唱哦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场重头戏。混合组的冠军战啊，这场比赛第1水道是 TFA， 第2道是四季龙，跟第3道的 Zero。刚刚我们看完了，算是非常激烈的2场决赛啊，今天的最后的重头戏，公开混合组。一到复赛以后，大家实力都差不了多少。明利出发。现在3队同时出发，要来决定是今天最后的一张金牌到底是奖落谁家。目前看起来 ，Zero 其实在前面的成绩表现应该都是最好的一队了啊，秒数都是最快的啊。但是决赛其实3队都快的，对，这干扰的因素其实蛮多的啊，所以其实还不一定。那现在我看到起航的速度也是 Zero 这边维持在领先的位置啊，那后面的第1道、第2道的分别是 TFA 跟四季龙，也都维持的蛮不错的速度。这场比赛看起来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哦。后面的舵手现在其实找到机会就可以多帮忙，就多滑个几下啊！哇，这速度好快哦 ，Zero 现在已经准备要冲过。哇，100公尺的冲刺线了，这速度非常快，领先 TFA 跟四季龙整整1个船身。哇，前面难道都是在保留体力吗？Zero 把最后的力量用在这最后的一场冠军战，这不禁会让我就非常的好奇，到底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结果，Zero可以划出多少的秒数啊？
现在这个距离，基本上 TFA 跟世纪龙要去抢冠，应该是不可能的。通过终点了 ，Zero 通过终点。那第2名是我们的世纪龙，最后是 TFA 拿到了今年的铜牌。哦，我没串呢哈。哇！哇！这个是真的是今天的王者啊！公开混合组的王者队啊 ，Zero。很厉害，女生能滑成这样，真的不简单。这混合有男生跟女生啊，女生也算很强。哇，你看这个已经前面我们看到女子组跟男子组差距没有这么大，但是在混合组，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。好，现在就来看，Zero 到底滑出来的成绩是多少？我个人也非常的好奇啊。理事长，你觉得呢？哦，已经出来了，但是是1分31秒，因为这个是混合因为这是混合组，刚才是男生。哇，他们已经滑了跟男生组的冠军几乎是一样快了。哇，1分31秒，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啦。那世纪龙这边是滑出了1分36，也是非常的可怕啊。那 TFA 滑出1分38秒的成绩。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1分31秒，可能大家会觉得，跟刚刚男生组比起来有落差，但是你要知道那是男生组，他可能跟男生第2名还赢。对，混合组有4个女生掺杂在其中，有4位，至少是有4位女奖手。所以这部分真的是要给 Zero 好好的鼓励啊！我想不仅仅是在体能上面的一个展现啊，技术层面上，我相信 Zero 这船上这8位啊，应该说总共是12位，对啊，这12位选手都有非常好的默契，而且看他们是真的是不喘，还是说硬盯啊？不要盯真的要就比较高兴，不会那么累。他也应该赢蛮多了，所以到最后面他的力量还可以保留。好，所以这场比赛最后结束之后，我们今天非常多的队伍啊，其实都还蛮辛苦的哈。从早上的8点半啊，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已经接近5点钟了。这么长的一个时间，我想有些选手甚至滑了有5趟，对，5趟哦，这真的是蛮累。5趟你乘以300的话，等于是1500公尺啊。那加上你回程的一些时间，减入的时间，算一算可能都有2-3公里以上，回去可能会有蛮长时间的酸痛。对，那个都尽力，不是说有保留啊，都等于300公尺都是跟我们跑那200公尺一样啊，都冲了啊，都几乎尽全力在做了啊。好，那我相信有很多选手也是为了要去准备后续啊，不管是6月、7月、8月，甚至9月的比赛。对，啊，这场比赛算是对他们来讲算是一个小试身手。对，啊，可能也是测试今年这个训练的一个状态了哈。那有些选手可能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，那有些可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，但是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对，那我们就希望这些队伍可以继续的加油。那在国内拿到好的成绩，在国外也可以替台湾争光了。对。好，这场比赛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同时也谢谢我们陈文尚陈理事长带来的讲评。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工作在此就告一段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就下次精彩的比赛再会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